各位健康1+1，各位健康咖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啾啾。今天我们是第3次哦，在啾啾健康咖，也就是啾啾的新频道直播了。那同时呢，也会在健康1+1直播。非常感谢哦，这10年来哦，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相信很多健康1+1的观众都是对健康是有追求的嘛，所以呢，在未来呢，啾啾的专属频道啾啾健康咖呢，就会邀请我的医生大咖们来这个聊天室里面不藏私，重点是不藏私哦，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我相信一定可以对您的健康生活一定有帮助。那在未来几集呢，啾啾在原来的健康1+1频道呢，也会同步直播，那之后就会单独在啾啾健康咖来分享了。所以请大家先动动手，帮助啾啾把这个频道成长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健康上受益。如果你也认为健康对您非常重要，记得点阅一下啾啾健康咖。那其实呢，好，我们回到今天哦，主要一个话题，我们这个话题真的坦白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女性朋友们掉发的问题。为什么强调女性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女性了，好了，然后也有很多女性朋友在面对生理的变化啊，就会影响我们的头发的发量。比如说，有的人从产后啊，或者压力大呀，或者是更年期，或甚至小到季节转换啊、饮食改变，这对于女性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发量不只是外观的问题，还有牵涉到我们的自信心。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分际线越来越宽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老得很快啊，然后气色整个都会垮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帮助大家解决女性掉发的迷思。我们邀请到阿信师，阿信师呢，我们介绍一下阿信师。阿信师是汉医堂中山中医诊所的院长。那其实呢，阿信师真的是有很多的真实的案例啊，调养的撇步啊，不管你是产后掉发呀，或者是包括圆形秃啊，或者夏天闷热引起的头发头皮问题，都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相信啾啾呢，今天能够让阿信师好好的帮助您，让我们的头发长得茂密。我们欢迎阿信师。Hello， 阿信师您好。嗨，大家好，我是养发生发专门医阿信中医哦，大家好。欢迎阿信师。其实呢，我都叫阿信师，我觉得这个叫法好亲切，就阿信中医师。其实呢，他真的是让我们的头发会长得非常茂密，因为他有太多的实际案例。我刚才其实拷问了他一下，我现在还是要问一下阿信师。其实呢，您认为真的头发如果脱发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再长出来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啾啾，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们今天呢、看了樱花，赏樱完之后，夏天到了，绿叶长出来了，到秋天呢，落叶又落下来了，那冬天之后呢，寒冬一来，春天其实也会再发了，所以阿信医师常跟大家有落发困扰的发友们，给你们一点信心，其实只要毛囊啊尚存在活性，我们就有春天让它枝芽茂密的那一天。所以有落发困扰的乡亲、信众、发友们，免烦恼，赶快跟着啾啾的脚步、阿信医师的脚步，来一起生发养发。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阿信医师真的有很多的 paper， 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来请阿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首先，我们就来了解，就是很多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掉发是男性的问题，包括我妈妈从小就说，你不用烦恼，不用边环肉，因为男生才会掉头发，就很多雄性秃啊。那其实到后来，你有发现，其实我妈妈应该是在安慰我而已，就是很多女性啊，妈妈朋友们都有这个困扰，所以阿信医师。在您临床上遇到过最印象深刻的女性脱发的这种案例是什么呢？其实啾啾这个问题回到2019年这个年代，然后大家不晓得对这个年代还有没有印象？这个年代约莫当然对不对？全世界所面临到了一个灾难
一个这个疫情的灾难。其实那个时期好多人因为感冒这个小病变成大病甚至为了要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播，大家不得不去打疫苗这样注射的一个保护措施。可是也因为打完疫苗之后呢，身体可能有出现了一些反应跟症状，包含呢，我们都知道疫苗它是属于一种防御性的，把病毒可能把它断手断脚，我都拿这样来做比喻，然后再放到身体里面来，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可以认识它，进一步呢产生一个类似悬赏令一样 wanted 就这个人来了之后，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可是也正因为这个过程病毒如果本身具有一点显微毒性，可能就会因此而毒害到我们的身体细胞。大部分会毒害到的细胞都是一些可能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器官，包含你的皮肤包含你的毛发，包含你的爪甲这些部分可能都会伤害跟损伤。那我最有印象的案例就是一个年轻20多岁的妹妹来找我，可她来的时候呢，哇，拳头都是秃的状态了是在当小沙弥，可是其实不是，她是突然间的落发为此她其实非常的困扰，所以他就找到阿信医师阿信医师一看就知道说其实这个可能是因为压力性导致的斑块秃。那经询问之后也才发现其实这个妹妹一开始脱发其实就只有一小块一小块圆块，可是因为脱发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经过治疗后也不见缓解，所以因此而心情上又更加郁闷了，所以肝郁气又不舒，所以导致血液又没办法上顶到头顶上，所以就导致了水木不足以涵养头发，最后就造成了整个秃头的现象。这种圆形秃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也正因这个状况来的很多时候是因为身体在短时间内面临到一些剧烈的变化，所以有可能也是会随时的发生。那阿信医师后来也有发现这种案例以圆形秃特别好发在我们女生身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女生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其实现在爱美也是很多男生的天性，可是女生呢，因为秀发会让她比较有自信之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另外一张脸皮所以你想一下，她又是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年轻女生，头发掉成这个样子，情何以堪呢？还好所幸阿信医师有这个荣幸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患者经过治疗之后呢，也很开心，在大概相近于6到8个月左右，我们的头发这个发友就长了非常乌黑亮丽的头发回来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啦。是阿信医师，您这样讲我觉得其实也是让我们大家真的是有一个，应该是说让这些掉发的朋友真的是更有自信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也都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什么这个生发水这个又敲头发这个那用生姜洗头，各种不同的配博都拿来用，可是看起来好像头发也没长很多，说实在的，但是您可以在6到8个月就可以让他头发茂密，我觉得这一点呢，让人家充满了信心。所以那接下来我们您刚才提到可能就是在年轻女性因为可能打了新冠疫苗之后她的掉发的问题，然后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时期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女性呢真的是也有一些头发越来越，比如说更年期中后就会看到这个头发好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觉得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更年期女性的朋友也有这个困扰啦，所以呢我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就好像是什么肾虚那是不是因为这个肾虚有关系，或者是说因为真的是年纪大了就会老化就会掉头发，那这种老化掉头发阿信医师有可能再长回来吗？其实中医认为血之于在发然后肾藏精，其华在发所以我们其实都知道肝跟肾都跟我们的头发息息相关。那单就老化这个议题来说的话，其实目前不管西医或中医现代科技上都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是可以去逆转老化的。但是如果说要讨论到老化它本身所产生的一个坚症比如说像皱纹像头发变白或者说头发变细萎弱化，然后让它减缓这样的发生情况，确实是有方式的。正如刚才阿信医师跟大家分享，肝藏血，血之于在发，肾藏精，其华在发所以其实如果针对有头发容易脆化或是头发变成黄色，慢慢变成银色，乃至于变成金白色的这种头发过程可以透过补益肝肾
滋补肾精，来达到我们这种肝肾亏虚的效果。所以不同的人掉发状况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会在意到肝肾亏虚的情形所导致的落发，很多时候却忽略掉了头皮本身其实是长头发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我常说养头发就跟种植植物一样我们植物要长得好呢，土壤就要好，土壤要能够肥沃，才能够结出累累的果实。头发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适度的给一些养分、阳光、空气跟水分，都有助于头发的萌发。但是就跟顾小朋友一样，太过的溺爱，懂汤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土壤太过肥沃了，头皮长一些痘痘啦，油脂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反而要透过清热的部分所以他回到刚才啾提到更年期不是只有女生的专利，男生也会有更年期，所以男生更年期同样也是会有落发更加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常会看到人家说什么地中海秃M 型秃等等这种秃发落发状况，其实很常是发生在男生40-50岁之后突然出现的。那女生呢产生的落发多半是会出现像是分发线比较宽，或是后侧发旋的地方呢稍微比较明显，可以看到头皮这种状况也会在40-50岁之后出现。这种时期呢在中医我们认为是天癸衰竭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搭配每个人的状况以及他的舌诊以及他的脉象，来给予最适当的一些用药，搭配起来用药来搭配治疗，这样才能够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落发来给最适当最个人化的用药跟医疗其实阿信医师您刚刚讲的，我真的是觉得还蛮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就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45岁、45岁、50岁左右，真的是头发发旋就是会看起来比较好像宽，或者是刚刚讲到发际线会比较宽。我觉得很多朋友有这样的困扰。那么您刚才说我们可以来补，其实我知道在中医的观点里面中医的观点就是能够让我们补身体，然后自然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你的头发就会自然长出来。那您刚才还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养我们的头皮。这个又是关键点了，除了养身体还可以养头皮。我觉得如果喜欢养生的朋友应该很想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做的。所以阿信医师，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有的，我们接下来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治疗前后的图片这个图片呢其实是在讲述我们一个年约50岁左右的一个妈妈女性然后她分发线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before这个图片，它的分发线的地方以及发旋处毛发比较空，比较微弱一点点甚至有看到一些黄黄的头皮所在的地方经过治疗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发旋变小了些分线的地方毛发也较先前稍微来的比较茂密一点点。那其实就这个案例来讲呢，阿信医师认为它是比较有兼具肝血虚弱，然后呢肾精不足，以及搭配有一点点雄性秃的现象所以其实治疗上呢，其实针对肝肾补益肝肾的用药，我们其实有帮忙他加比较多。因为这个妈妈她其实来的时候有问，我们一般都会再加上问一些月经的状况其实妈妈都说她超过1年没有来月经了这边也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更年期不是嘴巴你说了就算更年期其实是有个精准定义的更年期综合症包含晚上我们会有热、潮红、盗汗现象，包含情绪比较容易低落，容易生气等等，然后再来皮肤比较不好，乃至于是我们说女生私密部位会比较干燥，那再来其实最重要其实是月经的不规则。那月经不规则怎么样才知道说它是属于更年期性的停经呢？那其实要超过1年以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才会定义为所谓的更年期。那我们这个案例妈妈也是50岁，那她已经停经了，超过1年没有来月经，所以我就断定其实天癸节之后所产生的肝肾不足，其实可以透过补益肝肾来帮忙她滋补我们的头发，来帮忙她养护我们的头皮。那要怎么知道自己头发是属于是不是进入更年期？假设你还有来月经的话呢，我就问大家一点你现在看东西有没有需要拿很远有没有需要戴老花眼镜聚焦在小的东西上面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比较吃力了？
爱注对，意哦。如要注果是有意。的话，爱注意，细找回忆哦。40岁真的，统计上43岁左右。之前有一个某个这个平台上有大家疯狂的在讨论43岁是不是就会出现断崖式的老化了其实这个在我是吗？们女生，是吗？6、7，女生是以7为左右这个哦，6、7、7其实这里面会出现天魁劫的一个现象所以肝肾肾精肝血肾精在这个时期确实会出现比较萎弱化的情况所以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讲到月经之外，你可能也会发现你的毛发开始比较毛躁。毛发感觉比较容易断裂，而且颜色开始变向黄色，甚至有一些白头发长出来了。白发长出来1根、2根，表示有人一直在写信给你。你知道是谁吗？谁？阎罗是谁？王阎哦，罗王在好写信给可我们很可怕了。但是他不不是要用写了，索命的，不换地址，要写，我们不读不回，不要开已读不其实回。已读不回其实是要讲说其实老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的延缓老化，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医学都在探讨的所以其实在肝肾不足的情况底下，除了头发之外，其实也会发现像有些肝血虚弱、血虚的族群呢，女生特别有事，头皮会感觉到比较容易萎白，包含脸皮也是比较没有血色，就像林黛玉一样爪甲的纹路也会看到一条一条看看自己的指甲，这是一条一条的然后眼睛容易干涩感觉会大笑一下就有点在出眼油的感觉是的，然后是的，晚上呢感觉睡觉睡不安稳，有时候会容易抽筋，手脚冰冷等等这些状况，其实都是在显示我们肝血不足。那肾精不足呢，其实还有包含到我们可以看是不是身体有一些腰酸背疼是不是有容易记忆衰退刚才才刚讲过的事情等一下就马上忘记了啦所以其实像等等这种状况都可以在这个案例这个法友身上有看到，所以综上我推论出它可能是具有肝肾不足的一个情况，但因为还有考量到雄突，女性的雄突它还有包含一些我们说的身体的荷尔蒙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就要酌加一些清热的用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用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方这个方呢叫做6味地黄丸去加减知母跟黄柏所以只要是更年期的女性们会听到知柏地黄丸这个都是很常出现的。另外呢，我也搭配在这个案例里面有使用二至丸，二至丸就是使用的女贞子跟旱莲草这些都是补益肝肾很好的一些药材经过调理，这个案例呢，其实它治疗时间偏长，因为其实呢，血虚的部分呢，不是你今天补明天就有效我们不是在打营养剂所以补益的时候呢，其实要从脾胃开始补益起，肝肾的血液跟肾的精才可以好好的吸收所以它治疗期间呢，其实有超过大概6个月了6个月到8个月所以虽然说我说圆形秃6到8个月是快的，但是以雄性秃来讲，时间就会拉更长。是，但是我觉得6到8个月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健康而且可以面对就是头发长出来是一个很好的 benefit，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可以因为更年期的这个过程中，它出现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真的是越来越注重养生了。那从中医角度，养生真的是中医的一个拿手项所以其实我想今天我们虽然是讲脱发，可是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就是阿静师讲到，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调养，我觉得这个对女性朋友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调养，不管是接近更年期，或者是你在更年期前期，或者已经在更年期，如果没有调养好，真的是会像断崖式的衰老，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轻忽你要面对更年期，不要说更年期我就这样已经老了，绝对不要，我们还是要保持美美的，而且这个是医美做不到的事情，只有靠我们的保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跟阿庆师再来谈一个问题，就是女性脱发问题很多就是产后掉发，很多妈妈就发现就是小孩一出生头发也跟着掉，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小孩一出生头发就掉得很厉害，他也觉得很困扰，所以我想请教阿庆医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其实这个说到这里都要先跟
各位伟大电视机观众前面的观众们说声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谢谢阿信医师。舅母亲节快乐。虽然我不是对，祝福大家所有天下所有的母亲们都母亲节快乐，包括我妈妈母亲节快乐。是，伟大的妈妈姐姐们啊，你们啊生产完小孩产生的这种血虚状况所导致的掉发，其实以目前研究来说啦西医观点其实认为可能是身体里面雌性激素急速下降所导致的。那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呢，特别是首胎、第一胎的妈妈们，为了照顾小朋友她可能会耗费很多心力，甚至照顾到后来情绪都上来了，所以这种压力所导致的落发情形。可是有一个定义如果是产后的落发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在6个月内观察看看是不是有恢复。但如果没有恢复的话，这个就要注意了，可能是不是有夹杂其他问题。那再回到中医的部分呢，中医其实就是讲究血虚的部分。产后我们女生会把胎盘分泌出来，然后呢其实会产生大量的血液流失的现象，其实这个就是血虚不足以涵养土木所导致的。你把它想象没有做好土壤保持的这个山坡地，大雨一来就冲刷掉了所以头发就跟着一起掉落，不是1根2根它是10根20根这样在掉的所以你说你慌不慌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又会因为照顾小朋友而引发他的情绪上特别的紧张。这时候肝肝中医认为它是木头的木，脾胃是土壤的土。那但时候呢，如果照顾小朋友呢，肝木过旺盛的时候呢，这个木它的树根就会抓你的土壤抓得非常的牢。这个时候你土壤的养分就不能够让你的树木可以长出更多的这个花，这根株的树叶果实也结不了了所以肝木克成脾土，就会导致你的肠胃吸收不好，所以会加重你的血虚的状况。那其实刚才前面阿信医师有提到6个月，给我们6个月，假设呢妈妈姐姐们你改变一下你的作息多补充营养成分，6个月之后就好了那也就没关系。噔噔，6个月后怎么样呢？来，怎么样做让我们所有的妈妈们能够恢复他们的微笑？恢复微笑就是我们饮食一定要控制好，摄取足量的优质蛋白质之外呢，也会建议饮食控制，我们要控制在我们的均衡饮食，5色蔬果，然后再来搭配一个足量的运动头皮的养护按摩。等一下阿信医师也会跟大家教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按摩才可以在产后让你的头皮养得好，头发血液循环放松，睡个好觉这些可以一起达成。但刚才前面有提到，如果产后超过6个月的呢，掉发还是持续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检视你是不是在饮食上有刻意产后要做什么事？减重阿信医师发现好多爸妈们为了要在短期间恢复之前曼妙的身形，他们会在产后减重。这个时候不只是自己有意的节食，或者是说故意把它营养成分吃低一点热量的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它落发状况更加严重。这个时候回到我们诊间，我们就会建议其实饮食要特别均衡，比如说像刚才前面讲到的蛋白质优质蛋白质有很多，其实包含奶、蛋、豆、鱼、肉类之外，我们也可以摄取一些像含有一些维生素的物质，包含像是维生素 B7 维生素 C 这些成分都含有很多可以帮忙造血、帮忙制造蛋白质的成分像我们常见的像是我们的坚果类、鸡蛋海鲜全谷杂粮以及肉类等等，这些都富含很多蛋白质的部分。那吃了蛋白质进来，也要减少消失蛋白质嘛，所以我都会建议饮食要搭配我们的蔬菜还有我们的淀粉来吃。那不然呢，吃到后来你发现你有意要克制我们的体重，可是你的选择食物上却有了错误，你不但没有减到脂肪，你减到是你的肌肉，对，这个就糟糕了。真的，越减越胖，很多人很多人减肥真的越减越胖，然后或者是说减了之后很快复胖，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正确的减肥。当然我是觉得如果其实阿信中医师你刚刚提到就是产后很快速的瘦下来是每个
妈妈们的心愿，但是你要正常的瘦，因为你不要把你的身体搞坏，这是最重要最重要，一定要把你的身体保养好，你的身体才可以一直维持着曼妙的美好的身材，而且你的脸啊、气色啊、你的头发才可以浓密。所以问题来了，阿信中医师，我要这个问题要交给你了，有没有产后掉发的，然后您让他们头发恢复茂密的，有没有这种案例？有，不管产后落发、月经后掉发，或者是说你血虚最近贫血、大量失血，手术后啊出现头发掉发的状况，来跟着阿信医师还有啾啾的脚步走，让你养回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人拢讲明仔开了，咱今日给你传便便。阿信医师要跟你说，你后日的头毛今仔日就给你发到便啦吼。要怎么让你头发可以发得更好呢？其实呢，饮食当然是第一啦。第二呢，搭配适度的一些治疗。来，我们这边也有准备一个治疗前后的一个照片比较图。这一位呢，年约30岁左右的一个妈妈，她在产后大概是1到2个月就出现好明显的掉发，哇，而且她自己有真的很明显没错，你可以我们来看一下before 左边这张图，你有没有看到她前额两角？前额两角这个额角之锐利这个角度已经超过90度了这个已经有显著上的差异了。然后再来小毛也不是这么的明显，所以看起来好像非常天资聪慧、天庭饱满的感觉。哎呀，可是呢，我们这位事主这位法友他本人可是不乐意的因为他觉得这种头发没有高颅顶就算了，还把我的额角全部都露出来了所以呢，其实这个就很明显的我们是产后落发的情况。那你再看细看他的发丝，也是较一般的头发要来的细，感觉一扯就断的情况所以其实这种情况都称为血虚性的一种发虚，头发的虚弱现象阿信医师治疗上呢，是特别选用第2代养发疗程。那使用的方式呢，是透过刺络放血所谓刺络放血呢，就是透过我们的采血片，在您的比较虚弱、毛发稀疏的地方去做显微式的微针刺激，让血液可以循环增加之余，让血液跑出来一点点，借此呢达到先行破坏、再重造、再制造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呢，还会搭配低波能量雷射帽。那这低波能量雷射帽呢，它其实是一个波长比较长的一个雷射，大概600多 nanometer 纳米公尺纳米尺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它可以伸到我们的头皮底部，让血液循环再加速。那不管是刺络放血，亦或是我们的低波能量雷射，无非都是希望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也希望血液循环的过程当中呢，带来一些生长因子来帮忙刺激修复我们刚才破坏掉的一个头皮以及毛囊另外呢，因为刚好产后，所以呢这个案例有特别开立补益肝、脾、肾3脏的用药。那临床上呢，补益这些用药很常见有没有听过四物汤有，当然有，每个女性朋友都大概知道一定都知道。那有没有听过四君子汤我也听过有听过，我想观众应该都听过，对不对？来，那教给大家一个数学题4加4等于什么？4加4等于8。8，很好。那阿信就开了8针汤8针汤，8针汤就是补气又养血，所以同时补益气血让肠胃消化的好。肠胃消化的好，我们吃进来的天山雪莲才可以变成身体的天山雪莲。我们不要吃进来金针菇，隔天排出去金针菇。所以这个部分让肠胃好，我们的消化吸收好了，血液就会好，让身体可以自给自足。另外也会特别加上一些加味逍遥散系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妈妈好辛苦，她除了因为这个妈妈她是职业妇女，她除了要照顾 baby 之外呢，平常还需要上班所以蜡烛两头烧啦，所以其实也让她补益肝肾之外呢，还要疏肝理气。那也很开心，这个案例稍微久一点，她治疗大概8个月左右，她头发就开始前额，我们看到 after 这个图形我们这个产后之后呢，她就头发长得比较茂密一点点的。很开心有这样的结果。是刚刚看到他其实头发真的是就是这个旁边就是颅顶这个地方真的头发都已经长出来往前推进了。对，而且他还很年轻嘛，就30岁左右。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阿信医师能够帮助我们女性朋友们恢复美丽。那还有没有其他也是像关于产后脱发的像这种情况呢？
九九，接下来跟你分享这个案例哦，大家注意看，不是只有发生在他身上哦。这个案例哦，我们看哦，他其实好奇怪，对不对？对，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哎呀那 K 几嘎，呀那怎么一块不见了？这个他就除了产后落发之外，他其实还有夹杂圆形秃。这种圆形秃呢，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因为照顾小朋友啊，可能因为产后血虚出现的落发，从一个小小的1元硬币大小，落到现在已经超过50元的台币这样的硬币大小了。你叫他怎么不紧张？所以其实他这个案例也是30多岁，在产后落发的地方又多长出了许多圆形秃所以他头发已经在掉，已经心情不好了，够搞到 K 几高啦，你讲安内 K 不？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是利用第2代养发疗程，同样也针对局部来给他做破坏刺激，来引导更多的血液我们进到这边来做修补来这边来做这个建造。那另外滋补肝肾，还有疏肝理气，有加强从加味逍遥散提高到柴胡疏肝汤，这个案例就快了你们刚才前面提到，因为它是圆形秃，来得好快去得也快，这个案例只治疗2个月，他就毕业了。阿信医师就放他回2个月就好了是吗？2个月，他这个是2个月，太棒了！阿信医师，给你掌声鼓励鼓励。我觉得这些女性朋友们真的是治疗，让我们的头发恢复茂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真的是可以体会所以如果你有真的是，比如说你不管是产后或者是就是更年期前后或你脱发的问题，我想你只要找对医生的话，其实都可以让你生出茂密的头发，而且一定要记得坚持，坚持很重要，治疗是重在坚持，然后你愿意配合。好，那其实我刚才其实听到这2个案例，都觉得很为我们这些事主感到很开心嘛。但是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比如说产后太累，育婴压力很大，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还会加重掉发？那我们简单的一些日间的一些调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平常妈妈们可以来做实践的呢？很多时候妈妈被赋予一个九九跟你分享很多时候妈妈们被赋予一个很光辉、很神圣的角色，就是要照顾小朋友。可是阿信医师也要跟广大的男性朋友说，疼惜你的妈妈，疼惜你的老婆，请你跟着一起帮忙照顾小朋友其实妈妈们其实她们特别是女生，很多时候马赛bak带吞都自己往里面吞，痛苦的状况都自己来做停菜味啦吃不完的饭菜也是妈妈在停啦所以呢你看很多时候很不公平的黄脸婆都是说工作很久，然后妈妈结果也没有疏于保养，结果脸就黄黄的，感觉好像气色很差。那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状况其实不应该只加注在女性朋友的身上，男性朋友可以的话也可以帮忙分担一些工作，以产后落发这样的一个压力育婴这些其实压力都很大。阿信医师建议，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妈妈妹妹姐姐们，其实可以跟我们老公商量一下让老公也来参与一下育婴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可以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都有他发挥的价值相信妈妈压力会少一点。那第2个，我们充足的营养，刚才阿信医师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就直接吃蛋白质。我们知道头发它是角蛋白所产生的胶原蛋白合成角蛋白产生的，所以你要产生它呢，必须就是要有个蛋白质的成分。所以我们会建议也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包含鸡蛋豆腐肉类或是牛奶、豆浆，这些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那另外呢，假设如果说我们要再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像是维他命 B 群，或者是我们的维他命 C或者是我们的铁这时候就可以吃一些比较多样颜色的蔬果，像我们拿维他命 C， 特别是在我们的芭乐这个是我常在诊间分享的它维他命 C 很高。其他像奇异果蓝莓对女生很好的莓果类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再来呢，假设我们 B 群想要补充 B 群呢，它是一个辅酶它可以帮忙我们在制造蛋白质当中呢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也可以在肝脏类内脏类的地方来获取。那另外铁质，很多人都知道缺血一定跟铁相关，可是如果你担心单纯去吃铁片我们会产生便秘的困扰，不妨呢你可以来针对我们的红色的肉类
或是我们的肝脏，像牡蛎啊、黑芝麻等等这些成分，深色的时蔬里面都富含非常丰富的铁质啊，这时候来加减摄食都是不错的选择。有没有发现啊？阿信医师里面讲的都是多样的吃的东西，那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式是可以平常来帮忙我们保养的呢？其实就是每天的固定清洁很多人呢会在意头发上的一个造型啊，很多人会在意头发上的是不是有染剂啊、染头发，很多人会在意头发上是不是有夹一些发饰让头发好看加了一些发箍，但是夹久了我们怎样头发会有拉扯性的应力，因为这个时候就要让头发适时的休息。阿信医师会建议我们在选择洗发露的时候呢，也建议针对每个人的体质、头皮的状况，去选择最适合你的一个头发的洗发露像这个季节是比较偏向冬天、春天要转向夏天时期这时候流汗多，所以这个时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高清洁性的一点点加上一些保湿效果的一些洗发露让头皮不要过度敏感洗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适度的透过按摩的方式来帮忙头皮血循增加。我都会想洗头发我们洗2次，第一次先做表面的清洁，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头发长短来用洗发精的量假设你头发很长，那你可能就可以选择大约10元硬币的这样子一个洗发露的用量。假设你头发像阿信医师这样子短短的，那你就可能选择压一下大概5元左右的硬币大小来做简单的初步清洁。那清洁的时候也注意不要直接囫囵吞枣全部上我们的头发上这个时候呢，要先从侧边洗，后侧洗，最后再洗到颠顶。应该有人会问为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研究有发现侧边的头发跟后面的头发，它对于雄性秃的抗性较强对于刺激性也比较有抗性所以像洗的过程，假设不小心我们泡沫比较不均匀了，伤害性也相对低一些洗完第一次简单清洁之后，我们再洗第二次的时候呢，就可以建议适度的深层浸泡。深层浸泡的意思呢，就是让泡沫有效成分有些可能会含有一些养发的束肤成分或是保水的成分这些可以让头皮停留一下1到2分钟。我们洗完之后1到2分钟，头皮停留泡沫之后再把它冲掉。那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尽量比较天然，无添加一些我们合成物的一些成分的洗发露，这样比较不会伤我们的头皮。比如说像是细鳞比如说像是我们有一些酒精防腐成分的这些，尽量选择天然成分的，或是有医师去经过研究发现这个部分是有助于养护头发的，这个是不错选择。再来，很多人会在意香味，洗头发，Jojo，你喜欢什么香味的洗发露？我比较喜欢那种花香味的，但是我通常洗发露就是不能添加太多，这一点我就是觉得很重要。那香味有分吗？香味会影响我们掉发吗？有我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其实根据一份英国的研究，它统计了从样本体来自于36岁到69岁的一个健康捐赠者的头皮细胞，去做这样的一个养护成分跟香味的探讨。他们去做花香的香味跟木质调性檀香的香味比较，发现头皮毛囊上它有喜好他竟然比较喜欢檀香。木质香，赶快换我的洗发精。木质檀香的部分他发现会较之前的头发花香的部分除了长得更快之外呢，它还可以让头发更为健康。根据研究发现因为他们是细胞性的实验一整片头皮切下来的捐赠的头皮圈下一小片的，然后发现说其实它可以经由减少细胞凋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来透过 IGF-1 这样的一个生长基因来增生长激素来刺激毛囊的再生。所以不要再以为你的鼻子里面才有嗅觉你的头皮也都在闻你的味道。你的头皮热天夏天再不洗头，小心臭死你的头皮真的是不行。说到这一点，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尤其您刚刚提到夏天来了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朋友的旁边，就是那个味道是会比较容易传得远一点点，而且会比较，我觉得如果不洗头发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可能会阻塞我们的毛囊，更容易让我们的头发脱发，对不对？阿信是的，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大家麻烦还是夏天还是勤洗头，然后
请用大家喜欢那个我们头皮喜欢的木质香味，可能会让我们的头皮更开心一点，让我们茂密更多。好，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觉得均衡饮食，比如说刚才阿心医师提到的几个营养素啊，我觉得平常真的是要尽可能去补充，尤其如果您本身有脱发的问题的话，这个优质蛋白质是一定不可缺少的。那其实刚才有提到，我们一开场就有讲到，不只是女性因为更年期啊，或者因为产后跳发，还有一个这几年脱发的原因就是打新冠疫苗造成的脱发嘛。那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案例，也让有些人真的非常的痛苦啊。有的人真的是头发是掉光光的，因为我有看到新闻枕头都是光秃秃的。所以阿心医师啊，怎么样理解这类型的脱发？那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真的是可以有帮忙吗？您可以帮助到他们吗？可以的，这个呢，其实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打完疫苗之后的落发？但其实阿心医师还是要强调这种落发状况现在啊，还没有一个实证医学可以去举证，绝对跟疫苗相关了。但患者他们发友他们会在经历了这样疫苗之后，打完之后出现落发，就会比较容易把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关联。但如果硬要透过中医我们来做一个解释的话，阿心医师以前我们阿心医师会认为这个跟疫毒相关。以前在明清东汉末年时期，像以前伤寒论之所以会盛行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流行性感冒，就有点像我们 COVID-19 这种感觉。那个时期就死了好多人。那疫苗这个东西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东西，所以以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疫苗打进身体里面，其实就是因为有产生一个免疫反应来作为一个准备。但这个疫毒呢，如果在体质比较虚弱族群或者是说我们疫情期间打完疫苗之后开始出现一些脱发现象的族群，它就很有可能会更演化更严重，变成一种肝郁的现象。那所谓的肝郁现象呢，就很容易导致你的肠胃受到肝这个主治节的一个脏器的一个勒索的一个束缚，导致我们的肠胃消化吸收也跟着变差。那久而久之呢，越来越严重，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再也没有办法吸收到养分，所以这也是所谓的肝木成皮土的过程。那可能也许也会有人问说，哇，那我这样我好担心我落发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要打疫苗了呢？阿心医师跟大家分享其实中医很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不可干。意思是说呢，翻成白话文就是身体你的免疫循环免疫系统其实只要够强壮，我们其实不用担心你生病。生病就是在认识这样的一个易毒的过程，身体是自己有能力有自愈的能力的。但是呢，针对一些特殊族群，譬如说本身免疫功能低下族群，或者是第3期糖尿病的病友，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说长者，或者说本身有在服用一些抗我们的疫苗抗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免疫力的一些患者，乃至于是像我们的有一些小朋友或是医护人员，都会建议还是要施打。因为呢，你可能因为借由施打的过程，可以在身体里面呢围起一道围篱。但如果假设施打后有一些相关症状，其实呢也可以透过适度的休息，补充大量水分来缓解不至于会产生不舒服。那两害取其轻，我会认为与其让你身体产生面对致死性的疫苗、致死性病毒这样的一个威胁，不如就是施打疫苗，可能这样子的小毒小害可能保护你，让你延命续命会来得更加的好那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因为施打疫苗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些脱发的问题，那您有没有治疗过这些案例呢？有没有前后对比，让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有这样的案例吗？有，JoJo接下来为大家演示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也是刚才开头的时候，JoJo问我说有没有哪一个案例你最有印象？哇，这个案例天你看是不是一个女生人家她是女生，对其实像这种掉发状况是非常非常严重，残留下来的头发也都是残花败柳了其实这种其实都已经是毒害过的毛发，其实它后来治疗其实初期它其实是反而有先掉一些掉，
就是把一些我们初期的一些脏的头发掉光，然后后来才又全部再长回来。那这个案例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发现他在打完疫苗之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把它归类为就疫苗之后产生的一个落发现象。所以着重在治疗上呢，其实也是使用2代的养发疗程，透过我们的刺络放血，再搭配我们的低波能量雷射，然后再加上刚才前面提到加重补益肝肾的用药，以及补益气血的用药。这个案例啊，其实治疗大概6个月，他6个月就长了这么茂密的头发。阿信医师本身也是吓到，所以呢，后期阿信医师好骄傲我都拿这个案例来到处招摇撞骗，没有啦，到处跟大家分享啦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治疗上，请大家不要放弃，还有机会，我们就可以来帮忙头发可以再长得出来。毛囊只要还有活性，请大家不要放弃治疗的机会。是，我想这个部分真的，阿信医师你讲的很重要，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就这样子，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其实会用自己各种不同自己找的一些方法来去治疗，其实真的是找对好医生，找对好的方法，是针对你的身体的我觉得内调啊，还有外敷啊、内服外用，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找对方法来治疗我们脱发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刚才包括阿信医师也讲到一些掉发的因素啊，跟体质啊、跟疾病都有关系。有些人呢是发现自己头皮常常会痒，然后忍不住就会去抓这个时候呢也会掉头发。可以请教阿信医师，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他头发本身就是他的地基就不够坚固了，所以可能抓一抓就会掉头发，是这样子吗？其实啾非常的聪明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其实地基要稳固，我们大楼才不会倒塌。头皮就像我们的地基一样要一定要稳固打好我们的地基连续壁也要做好，才不会出现漏水的现象你头皮当你夏天的时候你又不好好洗头你想一下一个烂泥巴的地方要怎么长出植物啦所以头皮烂烂的油油的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滋养细菌的一个风险。细菌很喜欢我们的油，也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头皮里面的污垢跟皮脂当你不好好的清洗呢，或者清洗不够完全，就会产生培养它们的一个基础所以为了不养细菌，大家请记得好好洗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南宋刘义庆说的《世说新语》记载过的一个故事大家应该高中课本都有读过。有一天谢太傅看到瑞雪纷飞的一个情景，他就问了一下白雪纷纷何所似，然后就叫他的大儿子来回答。大儿子就说撒盐空中差可拟，就说把像这个雪像撒的盐巴在空中一样的这样的漂亮啦然后呢他就问了一下他的女儿问了旁边的女儿你觉得这个白雪要怎么来形容它呢？他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哇，你看诗意就整个上来了，像柳絮一样一片一片的飘落在我们的空中了那阿信是要讲这个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头皮不清好，小心你的头皮屑就像柳絮，就像盐巴，就像白雪一样降落在你的身上了所以阿信医师也讲了白雪纷纷何所似，皆因敏感或油腻起所以其实呢头皮太油腻，头皮太敏感，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头皮破损。这个破损呢，不只会产生皮屑的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会造成感染的风险。我们都知道头皮上有住了至少2种以上的细菌我们的皮屑芽孢菌，还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皮屑芽孢菌多的话呢，它战胜的话呢，头皮屑就多。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战胜的话，你就会长青春痘。那这2种细菌我们要谁我们通通不要所以请你记得洗头好好洗。刚才教的大家都学会吗？第一次简单清洁，启用你的发量去看你的洗发露。第2次深层浸泡假设头皮敏感的话呢，也会建议在洗完头时候适时的上一些保养的养发液，让头皮像是上了一层面膜，让它喝了一下那个大力这个大补丸一样，让头皮整个有水保持平衡。那大补丸，说到这个大补，我想刚才您介绍过了，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头皮洗干净，要洗2次头嘛。那如果说大补丸，比如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头发有一些滋养，用哪一些方法来滋养呢？其实滋养头皮的方式呢，其实就是让它减少伤害跟减少暴露。
那首先呢，我要先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减少它的伤害开始。像这个炎炎夏日啊，我们女生很常会撑阳伞，对不对？男生可能不好意思。对呀，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不妨可以用个简单的透气的一个帽子来做遮阳，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遮挡方式，让你头皮比较露出来的地方不要那么直接的接触太阳。那第二个呢，也要适时的更换你的头皮的清洁用品，包含说你的头皮的毛巾，包含说你的安全帽的内衬，以及你的这个我们的枕头上面的枕头套，这些也要适时的更换，减少头皮的感染。那第三呢，就是适度的，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养发的大补丸。这个大补丸呢，我会建议可以挑选一些有助于养发的成分，比如说现在最流行我们的汉方有一个叫聚棕榈的成分根据研究聚棕榈不止在口服或者是在外敷它在养发的身上呢，都是有助于养发的科学家呢，他去用了一个案例，跟柔佩1mg 的柔佩以及320mg 的这个聚棕榈的萃取物，让患者去口服。经过2年，结果发现服用聚棕榈的这个患者发友，他的头发生长的状况，跟我们的这个柔佩效益可能不相上下当然有差了一些。那另外呢，他透过涂抹聚棕榈，它的乳液以及它的精华液，在前额角比较在意的脱发部位，也都有助于生发的迹象所以假设有落发困扰的洗完头之后，不妨可以在中药汉方上选择类似这样的养发成分。其他诸如像菊花牡丹根、蜀葵根、药蜀葵根，然后三金车、积雪草、茶树，这些也都是不错的养发成分。但是呢，阿信医师也会建议大家不要贪心，可以的话呢，尽量就选择成分越是相对单纯一点点的，这样在养护头皮上比较不会多头马车。那另外呢，香味还记得吗？记得。头皮有嗅觉还有品油香洗头是一种享受，养发也是要让头是一种舒活让它享受舒活，头皮才会开心，开心了头发就会长出来了。是，我觉得阿信医师您刚才在提到的很多重点其实我心里默默的在做笔记，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女性头发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会影响美观，当然男性也很重要，我知道有些男性朋友也很注重自己的发量。那有些人您刚才提到有一种方法，就是男性可能会戴帽子，那除了防晒也会为了好看，但是有一种说法这样子闷着头皮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是说有的人说你就是经常戴帽子就容易掉头发比如说或者是你经常戴一些安全帽等等的，有没有可能戴帽子会造成脱发呢？其实戴帽子本身造成脱发之间的关联性不大，但是戴帽子会造成流汗、头皮油的关联性却很大所以大家观念要正确不是戴帽子导致落发，它是因为头皮油才导致的落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科技新贵他是一个工程师，20多岁长时间必须要骑车上下班所以他必须要佩戴安全帽的情况底下，特别是在炎炎夏日。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头发before 的头发不仅我们前面的这个颠顶的发旋非常的清晰可见，犹如台风的台风眼一般清晰。然后这个阿信医师估他大概有我们的中度台风这样的等级因为台风也非常清晰。此外呢，他本身呢头发一束一束的像条码一样，哇，这个就表示头发非常的油。所以在治疗上呢，阿信医师其实着重在于清热的用药。像这样的患者，阿信医师会加上清上防风汤，然后还有加上类似于蟹黄散这样的用药，帮助他把这个脾肺的火气来做清除。另外呢，也会卫教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洗头请2次洗，洗完之后呢，也要定期更换你的安全帽的内衬不要让他的安全帽内衬变成细菌跟病毒的温床。然后再来就是出门的时候，可以的话尽量可以来防晒，减少头皮露出来的地方，再透过阳光的曝晒，曝晒久了头皮就受损了，头发长出来的机会就变少了。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像您刚刚提到，就戴安全帽或戴帽子，我觉得清洁头发、清洁头皮、正确洗头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除了安全帽之外一般的人那种戴帽子的话，材质或者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挑选帽子的部分会影响我们的脱发问题？其实九九这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困扰。哇，那我接下来帽子是不是要担心戴久了我会出汗什么的哈？其实不用担心，透气好的帽子很多，譬如像棉质的啊，像麻丝质的材质的帽子，其实都可以让头皮这个通风的状况比较好，也会减少头皮在戴的过程当中太过不适的感觉。那另外呢，也会建议减少我们头发上很多女生会在意是不是我戴帽子。另外一个比喻，我绑马尾是不是也会比较容易产生脱发？那像这种脱发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之为丝脱性脱发。那阿新医师先跟大家直接讲结论。绑马尾并不会造成你的脱发，那目前丝脱性脱发，不用担心哦。是吗？我都觉得绑马尾会耶，我以为绑马尾或夹子啊这种，哎呀，这个头发一定到时候就这里都掉很多了，不会啊。我们不要夹太紧，常会造成丝脱性，丝脱性脱发，像你绑包包头，像你绑的是雷鬼头、辫子头，或者是说，或者是你是每次看到那个头发绑这样，我都很担心，会想，哎呦，这样很痛哦，就为他捏一把冷汗。其实丝脱性脱发，头发没这么脆弱。那如果会因为这样就掉落的话，它迟早都会掉落，所以不会是因为单纯的这种状况掉落的。所以其实还是要探究头皮是不是健康，头发根基是否稳固，以及毛囊是否微弱化。所以会掉的，它本来就会掉，不是因为你绑了个马尾，或是我们夹了个发夹，它就掉了。因为我们没有在演轻功剧，轻功剧那一种夹的就会很容易但是回归到这里。如果说假设真的我们地基不稳了，我又想夹，我又想分边怎么办？对，我都说，星期一分右边，星期二分左边我们中间礼拜三分中间心情就乐翻天所以不用担心你都会掉发，不要分同一边长时间。我的建议让发流，我们不要顺它的意，我们要逆着它的方向走。吹头发的时候呢，尽量也可以选择温热微风，这个时候就要顺着发流吹。我会建议从我们的发尾慢慢吹到我们的发根，这样可以减少头发在伤害过程当中太过集中在头皮上面。那另外呢，也会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赶快把头皮吹干啊，发尾就有时候比较随意一点，不是要先吹发尾。谢谢爱心医师。而且很多女生爱漂亮，而且又喜欢追剧，洗完头第一件事就是毛巾拿来裹头上，这个就要注意了小心你里面就培养出一个病毒的菌王出来了闷着里面湿闷热环境，特别容易产生我们的细菌滋生的一个风险。所以阿新医师建议，洗完头之后呢，建议先吹5分干左右的头发，一样使用温热微风，从发尾慢慢吹到我们的发根，然后之后可以在这个时候上一点大补丸在我们的头发上，像刚才前面提到有类似于聚棕榈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养发液，在这个我们现在市场上是比较相对流行的一个养发液，都可以去买来试用看看。那涂抹完大补完之后呢，这时候再用吹风机温热的微风把它从5分干吹到8分干，也不用吹到全干，因为怕全干头发又会过热了这时候呢，我们的养发步骤就此完成了。那在吹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按摩的方式，像我们的抓娃娃机一样这样按摩一下我们的百会穴神庭穴率谷穴这些部分你抓了会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像发廊帮我们洗头的概念一边洗头一边放松头皮头皮松了血液循环好了，我们的道路就通了，头发就长了。这个真的太重要了。今天阿信医师告诉我们所有的养发撇步，除了刚才他提供给我们这些，跟我们分享这些案例，我们觉得非常惊艳之外，我们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来保养。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要请教一下阿信医师，因为我们现在夏天来了，夏天真的是一个保护头发、养我们的头发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了，重点季节，有没有一些要提醒大家怎么在夏天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头发，然后帮我们做个结尾。谢谢阿信医师。好，谢谢啾啾今天的一个邀请跟访问夏天到了，好容易出汗这个时候的头发特别容易出油这个时候要来养护心脏跟大家讲一个穴位叫极泉穴，就在我们的腋下的部位这个穴位有时候可以稍微像瘙痒一样稍微按压一下可以养护心脏。那另外在这个时节也会建议
减少吃太烤辣炸的东西，重口味饮食，喜欢吃没关系，记得多饮用水分。然后再来饮食啊，尽量选择清淡、淡胜利湿的食材哦，像是四君子汤里面的成分就是不错的选择，绿豆啊、薏苡仁啊、山药、白扁豆、水梨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另外啊，睡觉也很重要哦，睡得好，头发生长没烦恼。所以我们建议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的话，请11点前就寝，早上太阳起来，我们就跟着起来了，不要睡太晚。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带个阳伞，戴个通风的帽子，定期更换毛帽，这样保护头皮、养护头发就没有问题了哦。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阿信医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离线前还是提醒大家哦，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分享我们的频道。如果你身边真的是有脱发问题的朋友，记得分享给他们。谢谢阿信医师，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